喂，喂，彤彤睡了吗？刚躺下。你今天晚上没有应酬啊？没有。那能让彤彤听电话吗？等一下，彤彤，妈妈，爸爸要讲故事，你跟我一起听好不好？好啊。爸爸，快点开始吧。那我们来讲一个灰姑娘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。有一个富翁，他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小女孩，以后就去世了。后来啊，这个富翁又帮这个小女孩娶了一个后妈，这个后妈又带了2个女儿过来。后来呢，这个后妈的2个女儿天天叫这个小女孩干活，他们管她叫灰姑娘。什么是后妈？后妈就是不是亲生的。比如说，爸爸如果喜欢一个女朋友结了婚，那你就要叫她后妈。爸爸，我不要后妈。彤彤，爸爸还没有讲完呢。后来啊，有一次王子要在王宫里面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，他邀了全城的姑娘来参加。他想要在这些姑娘里面呢，挑一个做他的未婚妻。灰姑娘去了吗？灰姑娘在仙女魔法的帮助下，穿了漂亮的水晶鞋和衣服。可是有一个规定，那就是她必须在晚上12点之前要回去，因为魔法过了12点之后呢，就会失效。她去了，后来呢？她去了，王子见她第一眼就爱上她了。他们2个就这样一直跳舞，跳舞，跳舞，直到12点的钟声响起，灰姑娘才慌慌张张的逃走了。在路上，王子找到了她遗失的一只水晶鞋，所以后来王子就派人挨家挨户的，一户一户仔细的找。他希望可以找到可以穿上这双鞋的女主人。富翁的2个女儿呢，她们2个抢着穿，可是怎么穿，就是穿不下。后来这个富翁想到，我还有一个女儿，你的水晶鞋呢？我没有水晶鞋。爸爸不是在问你。那你问谁呢？你是在问我吗？穿上来找我。可是你不是我的王子。灰姑娘要找的人是真心真意爱着他，想着他，能带给他一辈子幸福的王子，而不是满足他所缺失的完整，为他牺牲的人。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路过，顺便来看看你。你在这儿等了多久了？一会儿。
我想进去坐坐。哦，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最近睡眠少了一些。你这么晚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已经跟别的投资方签了合同了，酒店的事情算是解决了。是吗？这是好事儿啊！来，可对我爸来说，就未必了。我已经很尽力了，但是还是保不住他的命根。我想你父亲应该理解的吧？希望吧。那你有没有回家跟你父亲说啊？回家，我都不知道那算不算是家。你知道我和我爸从前的感情就不好。从小，我外婆就跟我说，是我爸间接害死了我妈。他让我从小就没了母亲。外婆去世之后，我的人生彻底改变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和他相处。在我心里，我不知道该把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。所以后来我到国外去念书。大学这几年，我基本上从来没有回过家。我和他也很少联系。我所了解的爸爸都是通过报纸。他对我来说就像陌生人。有时候我看到厉仲谋，也会觉得他很可怜。但是一想到是他妈害死了我妈，我就不再去可怜他。我们一出生，命运就安排我们不断的比较和厮杀。小的时候比成绩，长大了又开始和他比事业上的成就。可我好像总是输的那个。也许他不是这么想的呢。你不了解厉仲谋这个人，从他打压项氏，抢走属于我们的环保计划的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他从来就当我是敌人，不只针对我和我爸，还有整个项氏。因为他是被抛弃的，他永远是个私生子。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是这种人。你总把事情往好处想，而且你对他的感情会帮他说话。有时候真相就是那么残酷。有件事我想问你，自从你知道我跟厉仲谋的关系以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者怀疑我在利用你？就算是，我也从来没有怪过你。真的不会怪我？有什么好怪的？就好像上次去梁瑞强的舞会，之前我还在焦头烂额，想怎么样才能争取到这个大客户，跟公司有个交代。结果你就叫我去做你的舞伴。这么说来，还不是我利用了你？当我知道你和厉仲谋是兄弟之后，其实我也曾想过，你对我这么好，这么关心我，会不会有你的目的？可是我不怪你，每个人都有他生活的目标。再说，你从来都没有伤害过我，一直在帮助我。梧桐，我相信我的直觉。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你一直都把我当做你最好的朋友，谢谢你。怎么了？
我病入膏肓了。有一种病叫坠入爱河，知道吗？最早动心的人就会最早死去。我就是得了这个病。别不正经了。我承认，刚开始我有点想利用你，因为你是彤彤的母亲，我就想撕下她脸上的面具，看看她崩裂的样子。可是后来我一点点靠近你，我就一点点的陷进去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一看到你，就完全忘了最初的想法。要不要试试？你很像。你别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这样你就紧张了，证明我还有药可救。你别闹了，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应该快点回去跟你的父亲说一下。你记得不要跟他吵架，也不要着急，有耐心一点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站在这里，快回去休息。